那么今天在座的各位呢，我不知道大家刚才也看过了简易导演的一些片子的片段，也听了我们的前面一些问题的讲戏。那么如果您有什么一些具体的问题想跟我们检讨在这里交流呢，也希望您踊跃的举手，我们有工作人员会把麦送给您，然后我们进行一下小小的交流。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你的目标是成就感？目标对。还有一个，你今天想表达的是？今天想表达。对。我讲的这么差。今天表达。今天确实因为时间，我总想着半个小时，然后我觉得可能您的问题是不是就是通过今天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我们展示了简导的作品，从他的作品中，他想讲述一些什么？因为你的作品，刚刚不是太快了，完了没有明白他是什么思想？说目标是什么的话，我觉得。反正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我做的所有的电影，不管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的话，就是我现在在想，我关心在我们做钱，我很想说去寻找一个城管，或者跑到一个特别偏远的农村去拍摄一个关于乡村小学的故事，这不是我所了解的世界。我不是说那不重要，但对我来说，我不会去挑战这样完全不了解的这样一个世界。所以我的目的就是想从我这个个人可能是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一个非常最小的一个细胞，我想从我这个最小的细胞开始切下去，看能够看到。我首先拿我自己开刀，我先把我吃的东西，其实如果你试一下，你是知道刚开始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过程。似乎是一个把自己完全的清晰的抛弃在众人面前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有一点这种感觉。他没有在面前，还是在自己在面前。好。也好，实际上从你的作品里面，我能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在你的思想里头。实际上呢，这种思想呢，可能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因为我们在整个人生的这个过程中啊，有一种可能你心底里想那种的东西，它讲不出来。有的时候你就想通过您的这个才艺表现出来。你比如说，有的是电影啊，有的就是纪录片，有的就是图片，有的是音乐。我现在我理解你，因为您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在普通人哈，他可能某一时刻他自己有，但是他没有更多的这种途径表达出来，没有这种方式。那总结出来一句呢，有可能就是这个社会对我不公平，我需要呐喊，但是1秒钟过去了，我就平静了。那么您呢，就是以这种纪录片的这种方式表达出来了，您比我们任何人都有一种韧性，让我们体会到。因为我现在想知道您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也就是说，您这种坚持和您这种眼光和角度，拿这种纪录片普通的语言图面表现出来，我真的很佩服您。所以我很想知道您下一步，您更大的一个漫无目标的一个小点是什么？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就已经非常的，已经非常有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所以我还没有想到下一步。我刚才说了，我们有五个东西嘛，不光是说纪录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然后还有记录摄影，就刚才看到你这些中学生、小学生他们拍摄的东西，然后还有口述历史，然后还有这个记录的剧场。因为你拍摄东西的话，你还是有一个摄像机在你的这个对象之间。和剧场的话，它是人和人之间在一起接触。我们做的那个建筑也是，那个建筑是我们关心的是人和这个你所生活这个空间之间的关系。那如果简导要问您是一个对未来的一个最终的构想 ，ultimate goal 会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很难的。你刚才说用到呐喊这个字，其实我觉得我们做的不是呐喊。如果做呐喊的话，我们不会跑过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其实这个社会需要呐喊的人实在太多了，也有很多的很勇敢，比我勇敢的多的人在呐喊。可是呐喊的很多，你是在向别人呐喊，你自己，就说你有多少时间你在问你自己做了多少？
所以，那这个社会是怎么改变？这个社会不是一个自动的机器，它在自己在运作。这个社会都是一个一个的人在那，一个活生生的人在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事真的不是在呐喊，因为一呐喊的话，你就被灭掉，所以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词可能用的不是特别的恰当。我的这种呐喊它可能有感是那种灵感的呐喊，一般人他是达不到的。我还是说这个没有什么深入的发展，或者说没有这种很深思熟虑的思维，他可能找不到一种途径。语言上的呐喊和那种行为上的歇斯底里，我觉得那不是一个一致性的东西。实际上我还有一种感觉，可能你在做这种类似于公益性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就越来越多。比如说像你要记录一个特别无名的城市的一个小小的历史，还有一种理想要建成它的一种博物馆。如果说你这种真能成的话我觉得就给我们平民百姓有一种自身价值的那种历史见证的那种自豪。所以我真的挺希望看到您第一个作品出来，像您那个金安是吧？吉安，对，我真的希望真有一个为我们老百姓，为我们那种不是北京上海南京这种有名的那种城市的那种历史出来。那我觉得您真的是头一个。有类似于这种限制，好像是哈，这种限制它是官方的。那像我们这种老百姓出来的东西，好像还不是很多。谢谢。其实前长有没有那个计划，就是说，比如说在吉安，我们这一个项目，如果经过几年的时间，它发展的非常成熟了，您会到另外一个同等的城市，或者说稍微2线城市或怎样，有没有这些计划？以前是有过这个想法，但我觉得就是光你自己就做好这一个社群，你做好你自己就已经够难了，所以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不存在成功和不成功，就是我们现在存在在那儿就已经是，如果说用一个成功这个词汇来形容的话，就已经是成功了。因为我们每天我们都在改变我们自己，就我们就是你可能从我们的做法，你听起来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电视台也在做什么社区 DV， 什么这个 DV 那个 DV 的，但是我们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在那，我们自己在被改变当中。电视台的他们是把这些人拍的东西拿过来放一通，然后就认为我们放了社区的这些 DV。那我们每天都在被改变，我和我太太还有当地的这个我们的合作者。所以这是完全不同。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我前面忘了讲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很多大家都知道，纪录片或者独立影片的观众群是非常的小，很多时候大家是在看互相的作品。大家你看我的作品，我看他的作品，就是顶多就是几个小群的人在看。但我从我爸爸身上，我完全看出了这个改变。就是说我让我把摄像机，我跟我妹妹买了个摄像机送给我爸爸，让他拍我外婆。他跟外婆关系一直不好，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外婆就是非常的不同意。就是外婆住在一个敬老院里面，因为中国这个敬老院现在正在一个萌芽的一个迸发的一个状态。但那个敬老院的这个状态非常奇异、非常奇特的一个敬老院。所以我爸爸拍我外婆拍了1年，我想看看这个摄像机能不能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最终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这1年我外婆就去世了。但是确实改变了我父亲对纪录片的这种，以前他从来不看这种，对他来说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的存在。但是他拍了这1年之后，他就开始我家里的那个纪录片，他基本上都看了，而且看了他会看到很多地方他会，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存在，也是在培养一个纪录片的或者独立影片的一个观众，因为这是真的是关于你这个社群的东西，大家会真的会关心会去看。是一个关于自己的，然后和我自己的生活有关系的。我觉得如果没有观众的话，你拍那么多电影有意义吗？你不能够真正的去影响到这些。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非常感谢大家。那么简导演在这里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式的小发言，好不好？在新年之际。没什么，我们就是说，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是我们想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嘛，所以我们有一个小的项目叫做相机的传递计划。因为现在很多人的摄像机或者照相机它现在只有800万像素，或者只有1000万像素，他们已经不愿意用了，所以就放在家里或者扔掉了。
所以呢，我们就是在收集这样的旧相机，然后我们可以传递给我们社区的青年人，或者说小孩儿，或者说社区人。所以如果你们有这样一个愿望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这是我的非常有意义。好，那谢谢简导今天在这里和我们共同度过了一个短暂但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小段时光。